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呢，安格斯要在这个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颗原生种的蝴蝶兰，名字叫做西雷利，它的开花的一个过程，我对它的养护、照顾的方式，以及它开花背后的一个故事。这一款兰花其实挺有名的，西雷利呢，它是源自于菲律宾的一种原生种的蝴蝶兰，它也有一些香味，而且它成熟株啊，有时候能够多花梗，而且多分支，甚至呢能够一颗兰花成熟株啊，能够达到就是70-80朵这样的一个景象哦，是相当壮观。那这颗兰花在12月底，2018年的12月底的时候呢，有在长新叶子，但是也很快的，它就开始在冒花梗哦。这个冒花梗的时间跟去年就是上一次它的开花的周期的时间差不多哦。那它这个兰花呢，大部分就是在冬天抽花梗之后，在冬天的尾部就会开始开花。那距离上一次开花跟这一次的开花周期呢，我在这颗兰花的位置上面呢，就是我兰花架上面有稍微做一点改变，还有它面对的这个光线的方向呢有改变，所以这一次它开花的花啊的那个就是面向啊，跟上一次它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呢是挺不同的。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我频道里面去找一下上一次西雷利开花的那一个短片，那个影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们之间的差异。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它的花苞已经逐渐的往下转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它即将快要开花的特征，花苞朝下。好，那现在2019年的2月20号，这边故事就来了。在这一张照片的10天前呢，2月10号，2019年，我出差了。10天之后回来呢，只剩下这朵花苞还没有开，其他的花全部都开了。但是呢，最后面2个花苞啊掉蕾了。那在这当中啊，我回去看了一下天气，其中有3天呢，从50几度，然后爬升到86度。然后隔天又掉到40几度，那我的温度呢都设定在72度，所以在第1天跟第3天室内还是温暖的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超过72度之后，暖气就不开嘛。但是因为超过72度，暖气不开，但是它太热了，我这边冷气没有办法打开，因为我设定的是暖气。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在太热的时候呢，花苞也有可能会掉蕾，而且当时的湿度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当然啦，花苞掉蕾这也是养兰的一个部分，而且呢，为了工作出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掉了后面的2个小花苞，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那今年你看到这个影片，你可以知道今年呢它总共就是开了6朵花，去年呢它总共来了9个花苞，然后也是有一个小分支上面的2个花苞啊是最后长出来的，那也是很小，然后它也是最后掉蕾，所以去年是7朵花，那今年我们来了6朵，所以也算是不错那这个西雷利呢，目前这个影片当时拍的时候呢，是它刚开完的隔天，所以呢因为我这边天气也还算凉，所以它又刚开花而已，所以还没有完全的能够侦测到它的香味。但是我记得去年它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通风良好的情况之下，在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呢，你可以闻得到它淡淡的花香。那这边呢，我特别把它的蓝色的外杯用来阻隔阳光的外杯拿掉，让你们看一下这颗兰花它的一个根系的状况。那你可以看到杯子上面有2个洞这个是一种有介质半水耕的 semi-hydroponic 的这种种植方式，也就是在那个洞的下面呢是有蓄水池的。那这颗兰花的另外一大特色呢，就是它的叶子有这样子的虎斑点
或是斑点，英文叫做 mottled leaves。那它的这个纹路呢，其实不同科的西雷栎跟不同品种的西雷栎，它的斑点分布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就算同一棵它不同的叶子长出来的斑点分布也都有可能会不一样。而且西雷栎呢是很多杂交品种兰花的亲本之一，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很多特色，有香味、叶子的关系，所以其实有另外一款就是大部分有一些这种颜色比较深的迷你型的蝴蝶兰叶子比较偏深绿色，有带一点紫色的感觉的蝴蝶兰迷你型的，大部分都有这一颗作为亲本的背景。那我对这一棵的养护呢，一样的1/4建议浓度的肥料而已。那我因为是介质半水耕，所以呢，我都是等到它杯内里面蓄水池的部分完全都没有水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水汽凝结在杯缘内，那个时候我才浇花。那现在这个影片是告诉你说，它有一些气根，而且气根长出来，它有一段时间是停止长，后来呢又渐渐的从那个气根的尾端再继续往前长。所以气根的部分呢，各位兰友千万要记得不要因为它感觉好像凌乱不好看就把它修剪掉。其实气根对兰花来说就像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呢它如果杯内里面根系有问题，它可以透过气根继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当然如果说杯内里面根系全部坏掉了，还有气根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把气根出盆之后呢，把整理好之后，把气根当作是介质里面的根，把它种进去试试看。因为有时候呢，这样子也可以把兰花重新救活、救健康起来。那现在呢，你看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些这颗兰花当时开花它的一个照片的记录，还有最后一颗花苞它的就是打开的一个过程的记录，在影片的最后就是后半段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在这边呢，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回答一下一个兰花朋友的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其实也有兰花朋友问过，就是说像这些比较特别或者说比较近原生种甚至原生种的兰花，我通常都是在哪里购买的？那比如说你对这颗兰花有兴趣，这颗西雷栎有兴趣，你要嘛比如说在台北，你就是要去大型一点的花市，那这个花市是要有专业兰园他们这样子比较你比较会有机会能够找到这一种兰花，要么就是要上网，因为比如说你在一般的超级市场或者是那种大卖场，他们就算有卖兰花，一定卖的都是比较大宗的这种杂交品种，他们就是比较是一般大家看得到的蝴蝶兰就几乎不会有可能会有原生种的蝴蝶兰在贩售，所以要么就是找兰园他们的网页，你可以去查一查，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一种兰花在卖这种兰花，要么就是要到大型一点的花市去。那比如说台北的建国花市就有相当多的一些兰园，他们都有贩卖原生种兰花，就可以跟他们询问有没有这一款所以记得这个不是在超级市场很容易能够看到的，基本上我个人的经验是没有看过有任何超级市场或者是任何比较不是属于专业兰园的地方能够看到贩售的品项。今年的排放位置呢，这个花梗是接近平行于窗户，所以它的花是几乎是平行的面对窗户，但是去年的花梗是垂直于窗户，所以它的花比较是有点像排队一样都是面对窗户，但是比较是排队的方式，垂直于窗户，而不是跟窗户平行排站这样子。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去找一下去年这个西雷栎开花的影片，你就可以知道摆放兰花的角度跟它们受到阳光的照射呢不同，你的兰花的呈现方式就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在兰花长花梗的时候呢，你为了要让兰花整齐，它的开花的方向一致，你就不应该
去挪动太多，就算你挪来挪去浇花，你都应该要把它摆回去差不多的位置，否则的话它的花梗啊可能就会长得歪歪扭扭的，因为它接触到的阳光的这个角度不同，它就会不是长得非常的直。那为了要让大家能够避免有掉苞，像我这样掉苞的这个掉蕾的遗憾呢，其实就是在它花苞呀正在长、正在成熟的，一直到开花之前啊，尽量要保持你环境上面的一个稳定，温度、湿度、阳光的稳定，然后你不要去常常去动来动去，除非浇水，否则不要动来动去、挪来挪去，因为有时候呢不小心撞到啊、敲到啊，这些花苞都有可能会掉蕾。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